你看一下 Cloud9 新说唱 Diss 这首歌最近炒得很火，然后也有一些争议吧，听一下。好无聊啊，写个 Diss 玩一下吧。一开始那个 Look at You 不就是 Kanye West 的 sample 吗？骂谁好呢？哎，就骂你吧，新抽象2025。啊，不好意思，原来是说唱节目啊，那怎么没有 rapper 呢？哇，口气这么大。rapper 在哪儿呢？哎 ，hold on，hold on。没错，我也跳过了海选，因为我连见面会都没过。是地主拿到第一条链子，女 rapper 会比谁弱？一次比我几个字，镜头却没停留过。下了节目看看抖音，分散没我零头过。这是事实哈，我刚才看了一下 Cloud9 的粉丝确实超过很多今年新去参加这个节目的 rapper。其实人静，上了贼船还快贼好，剩下的群众演员自费进组过来陪跑，没日没夜的图。这个 beat 就是比较基本的old school 的这种 beat， 然后目前听来这 Cloud9 的 flow 其实就是正常水平。你说他有多出众没有？你说他咬字有多出众没有？他就是把他参加这个节目目前遇到的事情写了一下，基本真实，也没有参加节目，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但目前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唱的。被买来帮人数钱，我想问问节目组晋级的条件是不是前5年？节目委屈自己人挂羊头卖狗肉，真为选手感到悲哀，节目组吃相太丑陋。选个 rapper 来淘汰观众刚。是叫 Rapeater 吗？我个人还挺看好这个 Rapeater。记住台词来制造热度，车党才是脏艺术家。爱情诈骗中心，骗老人骗小子，国家在反内卷，你还在1年1度考试，苗子都被选光，复制人不可能变包。这说的这话挺有道理的。其实我很少看到欧美之前好像 Netflix 有出过关于说唱的竞技性的节目，但是在主流中间没有这种以说唱来作为比赛然后竞技要拿冠军的这种节目。你拿了冠军不一定在说唱圈里头能够得到尊重，但是在韩圈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搞这个中国新说唱，确实大家对这个新说唱的冠军与否还是很看重。老子不做你车培养新人路上的垫脚石，懂个屁，要捧新人捧个屁，一年比一年质量低，还得为烂片冲个屁，还有人心甘情愿当小丑，不听那连续剧，豆瓣5.5的评分，以为是主播演艺圈。咋看他真的是生气了。是男人最好医美，这点我不认同，天天喊着 keep bro， 但是妆都化得很浓，生活得先去丢脸，品味你得顺从，节目组特别是导演建议你们先去整。其实这个歌词写的真的就是现在音乐圈的这种现状，我们作为普通听众，也不是圈内的音乐人，那我们不了解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去运作的。但是我以原来从08年开始听 hiphop， 对欧美嘻哈圈的一些了解，因为娱乐和商业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很多时候你出专辑也是妥协，开演出也是妥协，那你出的歌也是妥协，出的 MV 也是妥协。那真的回到你自己想要做歌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离开厂牌才这样做的。但早期需要得到厂牌的帮助，没有办法，你只能够写他们喜欢的歌，做他们喜欢的造型，和你不喜欢的人合作。那这次可能是他们这个节目没有捧到这个 Cloud9， 那大家有愤怒很正常，你可以自己继续做这种地下的这种歌手 independent artist， 自己独立。不需要有 contract， 你也可以自己写这种 diss， 因为你写这个 diss， 只要你的用字写的内容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没有说太超过或者超越法律的范畴，他写这种 diss 是可以的。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写 diss。其实一个 rap 上了爱奇艺的当，上节目以为自己能够走出 underground， 结果都在为资本的兴旺登记做假装。因为没办法，你看前2年这个节目捧出来的 rapper， 现在你说去年1年真正火的是蓝老那首歌大家都没有想到就这样就火了。你说制作精良也没有，别人拿过说唱冠军也没有。其实一个 rap 上了爱奇艺的当，想给哈圈洗牌新赛制，听说变多样 rapper 分
成369等待你兴风剑说唱。少女生竞争压力大，脑洞诸位给他吧，想培养下个万里。你看还有一点 flow 的变化，开始的1分半是这个 flow， 然后现在又切一下。其实真的作为年轻 rapper 真的是可以，我并不觉得罪不至此，一定要把这个 Cloud9 的这个 rap 说的这么的不堪。况且有一些发声的 rapper 或者博主，那自己有没有比 Cloud9 好的歌，你可以发出来，因为这是一个 diss。那在这个文化里头，你也可以 diss back， 那你也可以写首歌来 diss 一下，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高级的 flow， 你的真说唱的 flow 是什么样的。你的还是下一个爸爸，看了一眼名单兄弟，这也叫嘻哈吗？中国新说唱曲调型，我看只剩下了 drama。说唱完了换左进，左进完了换车车，干脆都换下去，把6周换回来上一课。超值套餐1加1杯回锅肉炒生菜，欢迎来到少年说唱计划括号正赛，比比谁更快，然后真的说的挺狠的。比比谁更渣，到底是比比谁会 rap， 还是想比比谁更辣？终于理解怎么哈圈粉这几年都在爬墙，找什么杨可苏啊，硬让张皮陈唱凉凉，进步不明显，想睁大你的狗眼。我不做偏僻，新说唱也不是我的首选，我自己赛道跑步，在为那条链子争夺，成功终会属于我，像台湾属于中国，被你们淘汰。哇，应该是他自己觉得这首歌的 punchline 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是在这里，但这种歌词写的都挺胆大的。靠我自己也能全国巡演，感谢这经历让我对 hiphop 更忠心。亲爱的节目组，如果有天收到联合请柬，欢迎来看我在聊。但是大家还要想，如果这首歌是他自己纯想起来要写，因为生气而写的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的歌词都合理。那如果说这首歌是为了背后有人要支持他来炒作这个事情，那他写的这首歌就是一定会被质疑是不是真的说唱。我觉得如果是以情绪写自己的这首歌，然后自己本来就是喜欢 rap 这个事情，那这首歌就是真说唱。有一些 flow 还没有 Cloud9 好的，那就尽量就不要就去把这首歌贬低的那么难看。比如说你说拿贝贝，或者说 WH， 或者说中国一些玩 flow 玩歌词很厉害的来评价这首歌，我觉得就有这个资格。那如果作为普通听众，你的 flow 都还，我们作为普通听众，还有一些 rapper 连 flow 都不如 Cloud9， 粉丝也没有他多的，那你有本事就出一首歌来证明 Cloud9 这首歌的 flow 不行，制作不行。上体育馆正中心，即使被淘汰，其实个开始绝不是最终章。保持饥饿感，严厉的胸膛，别被重伤。要带武汉站桌说唱版图最中央，向日葵被太阳也会。哎呀，武汉真的是我们国内的说唱重镇呀！我原来还比较喜欢听，原来 battle 时期的时候还听了好多武汉的，比如说 Big Dog 大狗，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去了。希望这些老的 OG 也出来说一说这个事情怎么样，这种比较有资格的老 OG 出来说一下，因为本来就是要前浪，不要被后浪就这样打倒了，要帮助一下年轻人来做说唱，要不然说唱如果只靠这一个节目，根本不是叫嘻哈文化的土壤，那嘻哈慢慢的还是就会被小众化，大家还是会一样的看不起说唱，因为说唱的文化就是目前在国内的这个感觉很尴尬，有节目的时候很火，没有节目就没有人在谈论这个事情了。一直点头对东方。哎呦，我的 flow 最好把眼睛擦亮，271个 back 上了271的当，上节目以为自己能够走出 underground， 结果都在为资本的兴旺登记做假装。哎呦，我的 flow 最好把眼睛擦亮，271个。你把它擦亮，然后后面嫁妆啊，其实这首歌还是有一些很基本的这种押韵哈，但是真的再总结一下，罪不至此。这首歌还是就是一首正常的说唱。上了271的当，想给哈圈洗牌新赛制，听说变多样 rap 分成369等改名顺风。因为我看到有些博主还有那个说唱歌手说他不是真说唱，他不是真的喜欢hiphop， 他就不是 real hiphop。那我们现在这些喜欢 hiphop 的歌迷，还有就真正在国内玩说唱的这些已经出了专辑的歌手，又有几个人是真正在这种嘻哈文化下长大的，在纽约长大，在亚特兰大长大，你混迹街头，在道上走有 case， 其实都不是，包括我自己，我们就只是一个说唱的爱好者的，千万别以大欺小，
然后倚老卖老。解说唱。